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近几天，一封义乌公安刑侦大队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引起了不少的关注。这封公开信的主要内容讲的是，很多义乌外贸商的银行卡被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冻结，主要原因是义乌外贸个体经营户在收取货款的时候，主要是以人民币结算为主，而外商无法直接用人民币付款，往往会通过地下钱庄支付给义乌商户货款。从2020年开始，公安部在全国开展断卡行动，而一些电信诈骗往往也是会和地下钱庄合作，一些无良的地下钱庄就会把这些诈骗赃款直接变成货款转给义乌商户进行洗白，这就造成了义乌商户的银行卡被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冻结的情况频频发生。银行卡被冻结，义乌商户生产经营困难，不少个体户也面临着破产的情况。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断卡行动，断卡行动断的是什么，义乌外贸商户为什么会被断卡行动冻结银行账户，他们为什么不得已的选择了地下钱庄收款。在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欢迎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点开小铃铛，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一位在义乌从事外贸的商户生意老板说，他目前有2张卡分别被四川和江苏的公安冻结，一张是他父母名下的30几万的卡内余额全部被冻结，一张是他自己的卡，是一个相关客户的货款也被冻结了。他说在2021年1月收到一位来自索马里的老客户的货款之后，就发现自己名下的银行卡被冻结。而在义乌碰到类似情况的外贸商十分普遍，一个名为义乌外贸公司冻结的微信群，群里已经有400多名遇到类似银行卡被冻结情况的外贸商，而这样的冻友群至少已经有4、5个。如果在微博上以银行卡被冻结为关键词搜索，也能看到从2020年开始，陆续有不少外贸商户反映个人银行卡被各地的公安机关冻结的情况。义乌市政府官网的一则新闻报道显示，2020年11月10日，义乌成立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援助中心主要负责梳理登记账户冻结信息，宣传引导市场主体规范外贸货款收款行为，为市场主体解冻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向异地公安机关沟通等工作。从冻友群内的地名备注信息和采访情况来看，被冻卡问题困扰的外贸商不止在义乌，也包括分布在广州、深圳、台州、宁波等沿海各地区。多名被冻的群友和警方沟通时，警方称他们的款项是涉及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的资金，所以银行账户被冻前往往存在用个人账户收取了国内第三方，包括个人或者非正规的货币兑换公司的机构支付人民币货款的情形。此类国内的第三方个人或者机构的实质是地下钱庄，容易会涉及洗钱问题。有来自深圳的群友分享，他是因为184元的涉赌资金流入账号，然后公安就冻结了卡内的20多万元，最近6个月冻结期到后又续冻了。这些银行账户频繁被冻，根源是公安部发起的断卡行动。所谓断卡行动，是指根据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公安部于2020年10月开始部署，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犯罪。这是自2009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电信诈骗、整治跨境网络赌博犯罪专项工作的延续。所谓断卡，断的是出售个人身份证、银行卡和优盾的产业链，背后是涉及地下钱庄、电信诈骗、境外赌博网站等需要洗钱或者跨境汇兑的犯罪。外贸商如果通过地下钱庄的方式收款，很容易涉及地下钱庄的洗钱或者非法跨境汇兑的问题。这种模式是地下钱庄用对敲的形式，境外可以收外国客户的外汇，然后付钱给洗钱方的境外账户，境内又可以将洗钱方的人民币支付给外贸商户完成洗白。
但是如果外贸公司对外销售走的是公账收取美元、欧元等外汇，一般不会遇到冻卡的问题，这方面的风险也不大。义乌外贸商遇到的困境是因为他们的货款收取方式普遍是通过国内的第三方机构，也就是地下钱庄收取货款。如果要规避断卡，最关键的是老外从义乌市场采购的付款方式一定要正规化。那么为什么很多义乌外贸商会采用不正规的方式通过地下钱庄收款呢？原因有很多，比如有的外贸客户来自受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无法通过正常的银行付汇途径。正规外贸公司出口去成熟的发达国家市场，当然不会有这些问题，但是东南亚和非洲市场无法和那些成熟的市场相比，不适应当地市场的规则，严格要求客户按照传统银行付汇的途径做生意，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做不到。即使是来自欧美的客户，如果他们支付外币，由于国内的外汇管制，资金到国内银行的时间成本和换汇成本也很多。义乌小商户出于资金周转周期的考虑，也不愿意走银行渠道。同时，对于国内外贸商而言，地下钱庄的付款方式也意味着更加的方便快捷，直接人民币入账，资金立马就可以到账使用，也不用跑银行兑汇。另外还有很多家庭作坊类的小商户，自身没有进出口的资质，一般会采用通过有进出口权公司的买单出口，这也导致他们无法采用正常的收汇途径。另一方面，国内正规换汇机构，比如银行，换汇成本是地下钱庄的2到3倍，这种点位差距导致了国内国外的贸易双方都愿意选择成本更低、手续更便捷的地下钱庄渠道。短时间内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只能希望各位义乌做外贸的老板们在收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能走银行结汇渠道尽量走银行结汇渠道。虽然麻烦、费用和时间都比不上地下钱庄，但毕竟安全第一。钱是回来了，但是被冻结了，那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下期再见。